大家好，我们这节课呢，我们要讲山坡和山脚的画法。这是我们在这个画江南水乡、江边，还有小河边、小溪边，也经常用到的一种这个画法，就是山体的斜坡与地面、水面交接交汇之处，我们叫山坡或者是坡脚。我们要画江南水乡，这个时候多用这种画法。用笔呢，也是中锋勾结构，也是调大墨，北尖的部分蘸重墨，中锋勾结构线。我们那个画的时候，可以边勾边皴，同时进行。这就是代表了我们水乡这个就是山向那个水边延伸的部分，靠近水面的部分。皴的时候要用侧锋，勾的时候是中锋，看中锋侧锋，我们要灵活的运用，不要单一的啊，不要单一，我中锋就是中锋，侧锋就是侧锋，一定要灵活的掌握，中锋、侧锋去变化。调大墨，北尖的部分还是重墨。也是从前面的部分向后边的部分一层一层的去推。我们画那个江南水乡，河边啊、河岸啊，是经常用到这种那个画法的，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，也是我们以后画这个江南水乡啊，这一类题材的时候是经常用到的。我们靠近水的部分啊，这下面这就是水，上面就是坡脚，就是山坡的意思。都是这种侧锋，画出它山石的立面结构。再得一个结构。我们靠近水面的时候啊，这个山体啊，它有的是一种就是阶梯状的也有，还有我们缓坡这种缓坡形式的也有。
这种坡就是比较缓一点的，这种呢就是我们见的就是说比较有立体感的。我们靠近水的部分啊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村一下，然后用淡墨染一下靠近水的部分，因为靠近水的部分比较潮湿，我们可以让它的墨色稍微的重一点，和我们的水面有个对比。然后可以，像这一部分呀，可以2棵小树。我们主要是讲那个山坡和水边这个坡岸的关系，我们就是点数稍微意思一下就可以了，不是勾的那么详细啊。然后远处再远一点的斜坡，我们可以用淡墨水分稍微多一点的淡墨，轻轻的用淡墨勾一下，这就代表了这又远一点的山的斜坡。我们再在淡墨里边加水，加清水，用拖笔啊，把这毛笔放倒，拖。因为前面的我们勾的坡石这个结构啊比较清晰，我们远处呢就可以处理它模糊一些。就是前面是实的，后边是虚的。这个坡石的画法啊，在这个画江南水乡和我们画这个小河边、江边是经常用到的。我们画的时候啊，用笔啊一定要灵活，尤其要勾这个结构线呢，用笔一定要灵活。我们皴擦的同时啊，可以同时进行，交替进行，要把这个水啊和这个坡的关系表现出来。我们后面呢就可以用淡墨直接侧锋拖笔，把它染出来就可以了，直接用淡墨处理就可以。
这样感觉这块坡石啊和前面的这关系就是处理的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我们可以画些倒影、淡墨、侧锋。因为我们中国画是既白当黑，虽然说我们留的这个是白，但是给人感觉大面积都是水，留的都是水面。让人想象力，靠人的想象力去想，这水面多宽。这水的倒影都是用侧锋、淡墨侧锋皴。江边可以放一条小船，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画这个江边的山坡、斜坡这种画法。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，我们稍微也要加深一下结构。还是我们靠近水的部分啊，一定要稍微的让它加深一点。这可以靠近水的部分啊，都可以加一点淡墨皴擦。我们一定要熟悉一下这种画法，因为我们画这个小品的时候，画江南水乡画的比较多，所以我单独的把这个讲一下，因为用的比较多的这个画法啊，都要好好的分解的讲一下，分别的讲一下。可以染它靠近水的部分，可以染它稍微的润一点。越靠近水的部分，山石都是稍微潮一些，所以我们把它染的墨色稍微润一些。
可以点点点胎。这就一种将边坡角的画法。